昨晚谁说团结不了的？你看啊，可以啊，最起码到了摆过来了。你看啊，有整有队伍啊！广东汕尾啊，美团骑手啊罢工了。这个新闻传到海外之后啊，简东推特上很多人都在讲啊，中国的工人阶级终于团结起来了。这是10月革命一声炮响啊，有可能推翻中国共产党。这海陆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是当年第一个中华苏维埃诞生的地方，彭湃领导农民建立的。现在看到了吗？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团结起来了之后向资本家说不。这历史啊，轮回啊，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啊。这境内呢，对这个新闻呢，确实报道的不多啊，因为罢工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在境内是个敏感词。罢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权利领导。刘少奇当年去安远领导工人罢工，对吧？其他人你谁有权利领导罢工？没有吧？所以呢，这罢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才有可能成功。其他人你不能叫罢工，只能叫什么？只能叫停工。所以你到那平台上去看啊，关于汕尾美团骑手的事情，有报道的都叫停工，而且这个新闻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美团还专门出来辟谣了，说没这回事儿，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这个消息。不管是罢工还是停工，在境内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沉默的新闻。什么叫沉默的新闻？就是它明明发生了，但是呢，没有人报道，甚至也不让人们去关心。只有境外的这些社区平台啊，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碎片化的信息。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汕尾美团骑手罢工的故事啊。这里首先要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美团的这些外卖骑手啊，其实分为不同的类别，一类呢叫美团骑手，还有呢叫众包，还有呢叫乐跑，有的城市还叫畅跑，名称很多。但大致这种分类呢，它其实分为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专职的，叫美团骑手。美团骑手是有底薪的，一般来说有2000块钱，但是它客单价就比较低，同时呢，你得听从平台的调配，你不能挑好活，你不干这个差的啊，有的单给你派，你必须得去啊。什么乐跑啊、畅跑啊，就是完全属于那种就是兼职的，没有底薪，但是客单价比较高。中间的这个众包呢，就属于中间状态啊。它这几种不同的骑手形态呢，就是使得这平台在高峰和低谷时期的订单需求中间，它可以有不同的人员进来啊，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那这次罢工的叫美团骑手，也就是专职的这些送外卖的骑手。这些美团骑手啊，其实签约的都不是美团，是当地的加盟商。美团在全国各地搞的直营店的城市并不多，它在全国只有5大城市是有直营店的，其他的都是加盟商。像类似于像汕尾这种城市的美团呢，都是加盟商。加盟商就是你自己能招募到骑手，然后呢，美团会给你的业务量，就是你一个季度能够完成多少万，比如说500万个订单，你超过了，我得给你更高的服务费。那对于这个加盟商来说，就是本事就是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这些骑手了啊。那现在骑手签约的实际上都是这些加盟商，这次罢工呢，就是这些跟加盟商签约的美团骑手。而且据我了解啊，这一次的美团骑手的罢工啊，不是第一次了，此前他们已经罢过2次了。为什么罢工呢？就是因为这今年春节之后啊，这汕尾这个地方一直下雨，下雨呢，其实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工作就特别辛苦。你想想，他们在马路上中午的时候飞奔，下雨呢，一方面天气冷，另外一方面也不安全，所以美团在大多数城市在下雨天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补贴的。那据说是啊，这汕尾这个地方呢，他们取消了这种雨天的补贴。那么取消补贴之后呢，每一单只有3块8毛钱，当然它还有底薪了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干，你休息1天，他还扣你50块钱。他们就觉得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于是一些骑手就串谋在一起想要罢工。Hello， 兄弟们，我们这边汕尾的美团集体罢工了。我都回来2年了，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之后没有继续跑美团吗？就是因为老家这边的单价太低了，而且规矩很多，动不动就罚款啊、扣款啊，所以我才离开美团，进了顺丰。汕尾这个地方的骑手啊，过去的罢工呢都成功了，因为这些加盟商其实没有带他的力量，
骑手提的一些要求呢，他们也就满足了。但这一次，加盟商呢就跟美团反映了，美团呢认为此风不可长。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些骑手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罢工啊，有2个不利的因素。第一呢，如果你旺季你就要涨价的话，那将来淡季怎么办呢？这个价格如果跌下去的话，那骑手可能更不好管，因为人的收入都是往上调容易，往下调难嘛。所以呢，他们不愿意轻易的调价。第二呢，如果这些美团的骑手可以随便联合在一起，跟这个美团叫板的话，那美团将来就没办法管了。你们知道美团下面的这个骑手全国有加起来有多少人吗？就现在的在册骑手有1000万人呢。它应该是全国可能最大规模的一家企业，如果它是一个独立起来的话。但是1000万的美团骑手要是敢团结起来，那美团不用干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此风不可长，于是呢，他们就跟加盟商商量这件事情要瓦解这个汕尾的工人的罢工。于是他们就从周围的城市啊抽调其他城市的那些美团正职的骑手到汕尾来送外卖，一天200块钱，每单再给10块。然后他们用那货拉拉把外地骑手的那电动车都运过来了。掉了多少？掉多少人？哎呦，5个钱，美团哦，地方车去找车站啊，美团。大家看到那个场景，就是从别的城市运外卖骑手到汕尾来的这个过程。这一招其实挺毒啊，因为对于那些其他城市的骑手来说，一天200块钱，10块钱一单，吸引力很大。工人阶级是最不团结的，如果没有组织的话，对他们来说，他收入可能就比他其他城市一个月高好几千块钱，所以他很高兴就来了。但是对于汕尾的这些骑手来说，这就是灭顶之灾。你想嘛，你不干，市场上有人干，你为什么要罢工？因为你罢工，你其实是认为你一旦罢工的话，这对于老板来说，他们其实承受不了。那于是呢，他就会妥协嘛。比如说大家下了订单之后，然后呢没有人接，那最后他就急了，最后得向这些骑手们妥协嘛。但是如果外地的骑手到这来，把市场给顶住了，那意味着你现有这些骑手，你罢工不但没有用，你相反自己还要承担经济损失。你罢工你不工作了，没有收入了。所以对于这些企业这一方来说，对付罢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其他人来顶替你的岗位。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团结在一起啊，跟资本家斗争的话，说实在这种罢工是一点用没有的。这汕尾啊，工人罢工的事情你看到了吗？这是最典型的代表。内部的人给我爆料啊，美团为了让外地的这些骑手到汕尾来工作，一天要承担30万块钱的成本。他们把这些骑手送到汕尾，还给他们专门租了酒店让他们住。他们宁愿一天多花30万块钱，也要把现在这个工人罢工这个势头打下去。昨晚谁说团结不了的？你看啊，还可以啊，最起码都要摆回来了。你看啊，有整有队伍啊。那汕尾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罢工啊？其实这里头可能也有一点地域上面的原因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汕尾其实我去做过采访，海陆丰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在广东大家都知道比较乱。我当年去那儿采访是因为海陆丰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博社村，那在全国非常有名，就是制毒贩毒的中心呢。据说全国有2/3的冰毒就是一个村子生产出来的。这个村子里头基本就一个姓蔡，这村长呢叫蔡东家，那个村支书我去采访了。后来这个人被判了死刑。整个这村子里头做这个冰毒基本都是以吨计。他们把这个冰毒的价格国际市场的价格打到了1公斤只有8000块钱人民币，就是一个村子搞的。他们把这个整个冰毒的制造工艺完全给掌握了。后来警方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之后，把这一个村子一窝端，然后这村子里头的很多人都外逃了，这个村支书蔡东家也给抓起来了。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蔡东家正在监狱里头等待判决。那么我们采访完之后，这蔡东家被枪毙了，判了死刑那么这个汕尾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这个地方的民风相对来说就比较彪悍。大家都知道那个很著名的乌坎村吗？也就在这个汕尾当年
所以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还比较容易闹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汕尾这个地方呢，有许多人呢都移民到香港了。据说现在香港的市民中间，大概有10%左右的人呢是来自于汕尾，那也就是有几十万人。那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汕尾这个地方有许多香港人，他在那个地方呢赚的钱，他会回到汕尾花。于是汕尾这个城市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它的物价比较高，但是它的就业机会又不是特别多。它这个城市过去有一个立丰电子工厂啊，最多的时候啊有3万名工人，但是这个立丰电子啊现在一直在裁员，现在工厂里据说就只剩下8000人了。所以导致啊，就现在汕尾这个地方呢，一方面物价很高，另外一方面呢，就业机会又很少，于是这些年轻人就全部涌到了外卖市场。天灵灵地灵灵，中国的富人快点显灵！我祈祷你们创办一个超级大集团，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工作可做，都有钱可赚。那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外卖市场啊，人特别多，单特别少嘛。其实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汕尾啊，全国各地也有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大家都知道，过去啊，疫情过去的3年啊，外卖市场发展也比较快，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堂食受到了限制嘛，所以很多人都通过点外卖的方式去消费。但是现在呢，疫情过去了，堂食迅速就恢复了，所以外卖的客单在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经济跟疫情之前比起来啊，不太景气。所以啊，这些年轻人就通通涌入到了外卖市场，那么于是就导致就是外卖市场中间的骑手多，客单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啊。所以现在骑手们呢解释这件事情，他们都认为美团就是资本家在克扣工人阶级，是吧？对工人阶级采取这种残酷打击的方式。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集体罢工事件呢？就是因为平台这边不断的去压缩骑手的一个配送时间，不断的去剥削骑手的一个基本权益从这个单价不停的往下压往下降再到这个配送的时间不停的减少，再加上一些偷距离没有大额补贴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降单价的行为和他们的一些罚款制度越来越严厉的一个情况，就导致骑手这边的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混下去。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政策能很好的去保障我们骑手这边的一个基本权益从而让平台这边不断的去剥削不断的去压榨我们骑手的一个生存空间。我其实也非常同情这些外卖骑手，因为过去几年你看新闻呢，实际上很多外卖骑手他不仅仅是在这种状况下他的命运令人同情，平时也是如此比如说他们在这个送单的过程中间必须得开飞车，都是电动车，有的时候开到时速40公里，甚至还有人开到60公里的，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呢，没有保险，既没有伤亡保险，也没有养老保险。所以外卖群体实际上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蓝领嘛。但是他们相对来讲，比那些工厂里头生产线的工人呢，收入略高一些。但是呢，是以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因为他们平均的工作时间有统计都在12个小时左右，有的甚至工作到16个小时。那你想想，他们那份收入是用命换来的，确实非常令人同情。但是反过来我们再看因为美团这家企业其实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它所有的财报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现在调取一下它去年第4季的财报看一下，美团它去年的第4季度它的整个收入是600亿，但它还亏损。在2021年的时候，美团每一个客单送外卖的客单亏损1块钱，也就是说他们从商家拿到的这个外卖的费用全部给骑手之后还不够，他自己还要再填1块钱。据美团自己的解释说，他其实要通过广告费和服务费来补贴这个。到今年的时候呢，那每单还要亏损5毛钱。那也就是说，你要单纯的指责美团这样的企业是个黑心的资本家好像道理也不对，因为他并没有获得暴利嘛，也并没有把钱不给骑手，然后装到自己兜里头，那叫黑心资本家。但现在是美团把从商家拿来的所有的钱都给骑手了，但骑手现在的收入仍然如此。所以我个人觉得，
简单的把它归结为这个平台黑心呐、美团这种企业压榨工人呢，实际上也不客观。我自己在日本生活啊，我偶尔也点过外卖啊，但是我做了一个比较，就这个地方的外卖啊，它的成本非常高。你一单，如果你要是点的那个简餐呢，那送单费有可能高于你的餐费，一单700-800日元很正常。那也就是说，折合人民币要30-40块钱。但是中国的外卖啊，你去可以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客单价都非常低，就是基本上来讲，你点一个外卖，这个配送费就是不到10块钱。那所以就导致了中国的外卖市场啊，是一个畸形繁荣的市场。去年1年啊，中国的外卖啊总市场的份额啊加起来已经有1万亿人民币了，占到 GDP 呢也都快1%了。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解决的就业人数呢也1000万人，甚至还可能更多。因为除了美团以外，还有饿了么，现在包括抖音都想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劣质的市场，就是一方面这些美团的这些骑手们呢，没黑没夜的干活，然后一个月也只能挣到5-6千块钱，但是平台企业也没赚到钱呢。然后呢，有些商家呢，为了满足这个外卖市场呢，又做了调料包，做了简餐包，最后实际上消费者吃到的东西啊，其实也都是调理包做出来的那种简餐，并不是给你现烹饪出来的。这就是中国的外卖市场。但是它确确实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给1000万左右的蓝领工人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本质上来讲，这样的一个劣质市场啊，还是由于中国现在的劳动力供大于求。说句心里话，不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其他更好的就业机会吗？如果他有更好的有保障性的就业机会的话啊，其实这个外卖市场不会这么繁荣。我过去经常讲过一句话啊，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啊，城乡2元结构啊，导致了这么一个劳动力的特殊的供给结构啊，才产生了中国也特别繁荣的几个行业，比如说外卖，比如说快递啊，比如说餐饮服务业的发达啊，足疗特别便宜。那你在发达国家怎么可能呢？由于这些从农村来的人到城里，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头被歧视，所以只能从事这样的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低端服务业。现在仍然如此，但是呢，快要进入尾声了。但是这一批蓝领工人呢，从事的这个外卖呀、顺丰快递呀等等啊，也构建起来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啊特殊繁荣的这个行业。这就是我个人觉得美团外卖啊这个罢工的时代背景。其实啊，这些问题挺无奈、挺无解的。如果要是提高客单价，消费者就不消费了。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他这个外卖市场啊，他愿意承担的可能就是7-8块钱。你真提高到15块钱一单，他就不点了，他就自己到餐厅里去吃饭了。所以单纯的提价是无解的。但是呢，你维持现在的客单价，就是企业基本上不赚钱，或者即便赚钱的话也是微利。但是所有的这些外卖骑手都是以自己的健康，都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换来的微薄的收入。很多人都说中国是发达国家，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这些底层的蓝领工作，你就知道它真的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啊，我觉得我很难说去控诉谁，而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真的我们要改善这个社会制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像这些美团骑手的境遇的改善呢，本质上来讲不是靠单纯的维权，你也不能要求王兴给他提高价格嘛，因为你只要提高价格，这企业就破产了，最终这些工人可能会失去现在这份工作，他的境遇可能会变得更差。所以最终还是要靠经济发展，还是靠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以后，他们的收入会整体提高，劳动保障水平也会提高。当然了，最后我还想说啊，其实对于工人的权利保障来说，允许他们自由组建自己的组织，去跟资本家进行博弈啊，这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人的权利啊，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带来的，也是工人能够团结起来跟资本家进行集体博弈换来的。因为对于分散的这些工人阶级来讲，
面对像平台这样的企业，它实际上是没有博弈能力的。只有法律允许他们组成自己的社团，也就是工会，他们才有可能跟资本家进行力量相等的博弈和谈判。但这一步啊，对于中国来说就太遥远了。对于中国来讲，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啊，类似于像美团这种罢工的事情啊，在中国可能结局啊就只有一个，只能是失败，不太可能成功。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昨晚谁说团结不了的？你看啊，快点，最起码都要摆出来了。你看啊，有整有队伍，整得跟当兵的。骑手这边的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混下去了。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政策能很好的去保障我们骑手这边的一个基本权益啊。